根本就是想跟我开一个天大的玩笑。都住手！天龙的蜘蛛丝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想要怎么样？我只是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，希望守住他的遗物罢了。将军，尸体呢？我到的时候已经搬走了。据说仵作正在缝合，大概15、16个人，但有40、50块，缝合起来估计要点功夫。谁搬走了？我不是说过不要让任何人动尸体吗？将军，说。据仵作说，死者都是军人，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这从他们手上的剪子就可以说明。其次，杀人的武器是同一个，是一柄极薄的刀，或者是剑，能够瞬间把人体切开。15、16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被同一人所杀，真的是挺奇怪的，就像是鬼魅在杀人。你们都出去吧，别再让任何人靠近现场。是。走了。有劳了。抱歉，来晚了些，毕竟我是宫中的女官，出入不太方便。最喜欢南怀的这个季节，满院的紫菱球都开了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西将军叫我前来，不是来赏花吧？苏上公不喜欢吗？来南怀最大的进步，就是种花，只是缺少了一个一同赏景的人。西将军，请说正事儿吧。前几日，城中出现一件蹊跷的案子，一群纯国来的行商被杀于鬼市，现场一片狼藉。仵作在验尸时得出的结果也很奇怪，这些行商死于同一件武器，是一把极薄的刀，薄得像没有厚度，切割人体，瞬间分离。那西将军应该去找南怀最快的刀手。说起来，西将军号称东路步战第一人，你腰间的那柄剑要是切割人体，应该也能瞬间分离吧？苏上公的意思是，此事与你无关？我为什么要杀一群陈国来的行商呢？只怪你走得太急，忘了这个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手上的镯子里面
藏有蜘蛛丝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拿出来杀我。你想多了，那只是我用来防身的东西。那些陈国人是来拿剑的，他们不是什么商人，而是陈国的风虎铁骑。所以，就要全部抹杀，倒真是蜘蛛的个性。那是我丈夫留下的东西，我不许任何人拿走它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要转告于你。铁皇回来了。易天瞻，他来做什么？他来取那柄剑，他想天驱重聚。他的野心你知道，铁皇是个执着的人，所以，顺庆，你要小心。那就让他来找我，杀了我，踏着我的尸体去拿剑。那柄剑是天下人都觊觎之物，天下人都觊觎之物，便是不祥之物。你留在身边，早晚会祸及自身。放手吧，让那些人去争，去抢。天下很大，你随便去哪儿。刚来南怀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心里不记挂着谁，所以天大地大，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本以为南怀只是逆旅中的一站，可到了南怀，却留下了。这座城是我的牢笼。可有些鸟是注定要飞去天边的，有些鸟注定死于牢笼，都是心甘情愿。国主，这是西将军送来的，今年济公欲录取新生的名册。国主钦点了姬野，莫不是那个演武中连胜的孩子？正是。那个孩子性情粗野，难以教化。国主不怕他成为济公中的害群之马吗？国倒是不怕他狂傲，狂傲之人调教得好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才。国主英明，绝无遗珠之憾。我在庆阳的老师说，刀术就是杀人术。那这济公是教我杀人的地方吗？世子这话严重了，不过倒也没什么大错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为君王杀人，有的人为君王献上税赋，君王用税赋去购买兵器铠甲；有些人则为君王献上自己，
手拿兵器为王前驱。在这乱世中，谁又能够独善其身呢？上公，你也是帮国主杀人的人吗？世子怕不怕我？我知道国主派上宫来，是来见识我的。是啊，你是国主以10万担粮食交换回来的筹码，身上系着国主最想要的青阳骑兵，又怎能没人监视你？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知道了这些，还不怕我？不怕。为什么不怕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怕。不怕就好。臣女再多嘴一句，世子在济公凡事多加小心。若是遇到颖儿，世子能让则让。颖儿是济公的首座弟子，她可能会来找你麻烦，但她原本不是如此，只是被我宠坏了，有些焦躁罢了。世子若是受了委屈，回来一定告诉我，我去劝说她。上公一定很爱她吧？其实武阳君很幸福，苏上公是我在东陆遇到过最温柔的人。真怕有一天，我会让世子失望。我不信，在东陆谁都可能骗我，只有苏上公不会。世子早些休息，明日入巡，不能迟到。是。世子近来有何异动？禀国主，世子近日都在宫内活动，只是偶尔会与羽然郡主一起出宫玩耍，其他一切正常。和羽然走得近，倒是好事。若他们单独出宫，不必阻拦，小心他的安全就是。臣女明白。这济公入学之事呢？他有如何的看法？臣女今日已与世子解释过进入济公学习的要义，还请国主放心。他若能安心入学，自然是好事。只是他的身体和心智还是柔弱了些。世子虽然心智柔弱，但十分重情重义。他身体不甚健壮，却不屈于武力，对宫中诸人更是亲善友好。这点倒是与其他青阳人颇为不同。你与他朝夕相处，一定要让他知道，夏堂是他唯一的依靠。世子内心极为明敏，虽然善良纯真，但却有他自己的判断。苏上公对世子评价颇高，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了？忘了孤家的交代。臣女不敢。苏上公，
顾家还是那句话，做他在夏堂最可以信任的人。只是你不要忘记了自己。夏堂不仅是培养了白离隐，对你也不薄。不要让顾家失望。臣女谨记。在这里留下牌位的人，都不是普通人，他们都是东路的英雄。这里有孤军血战天庸关，3月不辍，捐躯守城的将军，有谁可知道此人？我知道，夫子，此人是李陵新将军。你想要太平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杀了你所有的对手，这是他的名言。李世子，李陵新将军是当年追随风炎皇帝征战北路的重要将领，萧关一役，800铁枪阵震撼青阳5万骑兵啊，大破敌军于居庸关，你听说过吗？李陵新将军的故事，我之前在草原就听说过。我们草原人尊敬这样的武士，但同时不会惧怕这样的对手。很好，这位是武阳君白离隐，他是济公的首座弟子，负责济公的刑律。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国主的期盼，国家的兴亡、家门的荣耀，都在你们的2肩之上。是。灾星，所有人都盼着你死。不管是谁派你来杀我，你让他亲自拿着刀来。我以为你不怕死呢。难道君后对杀人就这么有快感吗？乱世中男人要功业，就靠心狠。这让人恐惧的功业，能维持多久呢？你生来便是世子，就以为天上会赋予你尊敬，你不用看杀戮的残酷。但我告诉你，天地才是最大的战场，没有人能幸免。原来公子以为我不曾见过杀戮啊！我见过，只是在公子眼里，刀剑和强权统治着这个世界。可在我眼里，你这刀剑跟你一样，只有怯懦和卑劣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你不敢！百里国主就是你的功业，你不敢忤逆他。
你的功业让你既残暴又怯懦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很快，连他我都不会惧怕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算你要请我杀你，你都需要仰望祈求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最近给我小心点儿。离国犯我疆土，下堂危如累卵呐！依妾愚见，骆子嫣所提议和之案，倒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。国师以为，离国是真心想要跟我们议和吗？妾看来，离国只是想求得暂时的和平，以备更大的军事方案。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确实昂贵了一些。下堂富甲东路，却始终没有一支能够跟诸国抗衡的劲旅，屡屡受制于人。这些年我都成就了什么？这是这些年国主成就的一座繁华的南怀城。它让我想起你初来下堂，常常画自己的家乡。那时孤家根本不知狱卒为何物，还以为是你梦境之中。这是孤家初见国主，独立小桥，满袖清风。劳烦国师，我们先与离人议和。好。撤！撤！诸位爱卿，朕刚刚收到了2封书信，其一来自离国公赢无益，他向朕求方伯之封号御领3军。其二是前方的军报，下堂国在边境之战中溃不成军，现已向离国各让15城示好。众位爱卿，众位爱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赢无益无视朝规，公然侵占下堂领土，不臣之心昭然若揭。而今又公然求方伯之号，狼子野心，其心可诛。陛下，臣却认为非也。臣素闻离公麾下有5万虎狼之师，凶猛异常。他们身着红衣亮甲，名为赤旅，而这其中又有5000精锐之轻骑兵，快如雷电，又名为雷骑。他们雷霆万钧，下堂自不可挡。损失15城，怕是下堂最少的损失了。叶爱卿的意思
这黎国人即便是把下堂全部侵吞了去，也合情合理了。臣不敢。臣是说，以赤履雷齐的勇猛，抵挡下堂与股掌之间，已并非难事。不如就与他相安无事最好。那爱卿认为，这方伯是疯还是不疯啊？依臣愚见，疯。因无意已踏过下堂，直逼天启而来，来势汹汹。臣担忧，如若不疯，届时定会生灵涂炭，我等都难以安坐了。我倒是真想看那一天的到来，可爱卿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来人！殿下，殿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退朝！不知赢无益这次侵犯的是哪座城池？说来奇怪，既不是交通要道，又不是富庶之地，而是一个叫古北口的荒山野岭。以宁青看来，赢无益这头狮子已不在下堂，而是向帝都伸出了爪牙。怎么讲？只是实在太难走，所以才被荒废了。以黎国的军力，不需多久便可恢复出一条可供军马通行的道路。到时候，只要赢无益一声令下，滚滚雷旗便会出现在帝都城下。想必宁青已经知道赢无益求赐方伯一事，你怎么看啊？恕宁青直言，诸侯之中有不臣之心者，远不止赢无益。数百年来，皇室采用的策略是让诸侯之间相互制衡，可现在黎国军力之强，已经压倒了其他诸侯。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，那其他诸侯的野心便会爆发。这煌煌帝都向来都会引得天下人的贪欲。你有什么对策？因袭旧法，以诸侯治诸侯。以前各诸侯为皇室效力，难免不情不愿。可现在狮子来了，大家必须联手御敌。给我传书百里景洪，不惜一切代价在古北口挡住赢无益。是。国师想必已猜到这是谁的来信了。帝都天启，燕国长公主白凌波殿下。我在诸侯中能有这样的地位，全是长公主所赐。冒大不韪与青阳部结盟，也是长公主授意。长公主有命，我也不得不遵从。长公主不允议和，要求你出兵阻击赢无益。自古以来，天子都是这样，要讨伐诸侯，必定其他诸侯先出兵。天子永远是高高在上，看着其他诸侯血流成河。不能想办法拒绝吗？拒绝了长公主的调遣，就是拒绝了她的好意。从此往后，就再也别想得到帝都的恩宠。天下女人，有几个心胸宽广的？我拒绝她一次，
他得记得10年。天下间的盟友，谁一定是你的人呢？大家都有利益的交换，我也是有求于您，所以才会在这南怀城里静谧那么久。长公主那边亦然。如今营务义剑指帝都，天下震动，人人自危。谁能击败营务义，在诸侯中的地位必然会扶摇直上。所以这一战，风险虽大，回报也大。道理是这样，顾家在思量着双方的军事差距，看来只有动用那10万担粮食请来的铁骑兵了。那些北路人性情凶悍，远来未久，怕是难以调遣。那个九王又是个心思极重的人，婚约未成，怕也是不肯出兵吧。虎狼屯邑结壁，不让他伤人，就得放出去咬外人。九王自是不肯轻易出兵，那顾家也有对策，只要一人上的战场，他就会请兵出战。国主说的可是世子？国主思虑得清楚，处处皆无险招。这是孤和离国刚议和了几日，便有撕毁条约，那军国大事传到万民口中，如同儿戏呀。并非是儿戏。君主有君主的不得已，时局动荡，便要顺势而为。这是我们争雄东路的好机会。你们的对手是来自离国的俘虏，他们在战场上受到了屈辱，心中燃着复仇的愤怒。他们手中若是有刀，就会将你们砍成肉酱；他们若是还残留着指甲，就会将指甲刺进你们的喉咙里。这是最接近战场的演练了。那么今天，你们将是2人一组，请多珍重啊！我还要提醒你们一句，不要和这些野兽在一个牢房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不然真的到了你死我活的那一天，可能你们的心软，就会让你们输了自己的性命。作为战士，要时刻拥有一颗杀伐决断的心。俩毛孩子，跟我在战场上见过的下堂军人一个德行，眼神软弱，就跟丧家之犬一样。阿索拉，他是我们的敌人。
你。你是女人，我们不想伤害你。手里拿着武器却选择后退，这就是你们输给我的原因。你杀呀！杀呀！没用的东西啊，连个俘虏都当不好，要你有何用呢？不过他有句话说的是对的，拿着武器还倒退的人，注定是失败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总结教训。还有，以后要是在战场上也这么干，我一定军法处置你。不管你是士子、庶子，同罪，杀无赦。阿苏罗，你是不忍心吗？我被送来下堂，说是可以学习所有东路的军事知识。今天第一次上战，看到的只有残酷的血腥，把俘虏当成靶子来打，那还是个女人。济公想让战俘给我们做对手，是想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战法。不过阿苏勒，你不是下等的人，离国的战士也不是你的对手，狠不下心来，这也很正常。也许吧。姐，几年前，我的刀术老师问我拿起刀是不是想杀人，我拿刀是想救人。今日济公的事，我都听说了。苏上公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：这世上真的有妖魔吗？其实真正的妖魔住在人的心里，人心里的恶生出了万千的妖魔。世子，请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上公请讲。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。至于武阳君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请你相信，那一定不是他的本意。他只是心里藏了太多的愤怒，又太想证明自己。虽然我不知道武阳君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，但他对我和姬野说的一句话，我却记住了。禀国主，世子近2日一直在济公内学习，一切如常，并无任何异动。啊，我怎么听说世子在昨日的训练中
险些遭了离国俘虏的黑手，还和武阳君发生一些小冲突。苏上公不是疏忽职守，就是有意要偏袒颖儿了。请国主恕罪，苏某一定会保证世子的安全，以后不敢大意。苏上公的心意，顾家了解，顾家也不会降罪下来。颖儿也已经成年了，再过几日，我打算带她去地宫走走。苏上公替颖儿保存的那枚指环，是时候拿出来了。国主，那柄剑极其凶险，以颖儿现在的心性，是根本无法控制的。那柄剑是属于他的，只有颖儿有可能成为那柄剑的主人。国主应该知道那柄剑的力量，寻常人根本无法踏进他的圈子。那柄剑不仅寄生着他父亲的灵魂，也寄生着其他所有被剑所吞噬的灵魂。它的可怕无法想象。颖儿的确是那个最有可能拔剑的人，但是以他现在的心性，是根本做不到的。国主，可他的父亲曾经拔起了那把剑，不是吗？只有持剑的人，才能成为一代一代天驱的首领，成为一代一代的英雄。只要拔起那把剑，他们才会成为世人眼中号令天下的英雄。苏上公当然明白，我对颖儿的寄望不只是那把剑，更是整个下堂。还请国主三思。颖儿她只是个孩子，我只希望颖儿能够平安地度过此生，请国主放过她吧。他不再是孩子了，你也不再是他的养母。从你带着他投奔顾家的那天起，他就只有一条路能走，要么成为拔剑而起的英雄，要么就像个懦夫一样的活着。你现在让他成一个懦夫，他宁愿去死。好自为之吧，去吧。你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了，他们不敢进来。阁下要算什么呀？我要找一把剑。那阁下走错地方了，兵器铺在隔壁。那把剑在兵器铺找不到。阁下要问的是一件陈年旧事，可时光太过久远，想要追溯很难。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
我听说有个名叫幽长吉的年轻人，他乘着一艘小船，顺地下河而下，带着一把沉重的古剑，英姿勃发。可惜遭遇了天驱武士团的刺杀，可他居然以一己之力击退了数十人的围攻。我问的不是人，我是问剑。我并不知道剑的下落，可或许有别的人会知道。月圆之夜，阁下带着足够的钱，再来吧。最近双红花开得正盛，我亲自采摘了一些，让后厨做成了双红饼，带过来看看你。记得当年我带着你从晋北一路乘船下了南怀，这一路上你都很警觉。可到了南怀就好了，因为那里的特产有你最爱的酥皮点心。尤其是这花瓣做馅的双红饼，你每天都要吃上一块。苏上公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用每天吃点糕点才能入睡。你呀，小时候有很多话跟我说的，现在越来越大，话也是越来越少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苏上公，我有件事想问你啊。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蔷薇公主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看蔷薇皇帝登基。于是蔷薇皇帝不顾一切代价强攻商阳关。看来喜欢一个人，就在做他喜欢的事情。你喜欢这本书啊？雨然，哎，你来了。我前2天听说书人讲蔷薇皇帝的故事，我好喜欢。你有没有想我呀，小胖子？你要喜欢他，就常来玩吧，反正他也喜欢跟你玩。我原本以为你不方便来找我呢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都是一起喝过酒的兄弟了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们就是一个战线的人了。虽然我们都是背井离乡、寄人篱下，不过别担心啊，以后大哥罩你。好。行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找季野逛鬼市。走。我查了所有跟那件事情有关的记载，但都语焉不详。我只知道我的父亲是晋北国人，世家出身，仕官于皇室，而他另一个秘密的身份是天驱的大宗主。有一天，他突然离开了帝都，带着天驱的圣武苍云骨齿剑来到了南怀，但却被不明身份的人给杀了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杀他的到底是什么人？颖儿，你问的问题，有些我知道，有些我不知道。有人觉得他是罪人，但其实他问心无愧。当年全天下的人都想要杀他，一路上他遭遇了无数次的伏击，可至于最后谁得手，到今日仍然是一个悬案。国主说是陈月的人杀了我的父亲，你怎么看呢？这未必是真的。
陈月固然是你父亲的敌人，但你父亲的敌人却远不止于陈月。国主希望你对陈月怀恨，这样你就会想要继承你父亲的剑。天驱的力量至今仍然潜伏在东陆各地，国主想要天驱为他所用。他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棋子。你、我、青阳世子，乃至于国师都不例外。你是说国主只是利用我拔剑吗？你是最有希望成为剑主的人。苏上宫，你既然知道国主只是利用我当个棋子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带我来下堂？当年你尚且年幼，你父亲的敌人遍布东陆各地，没有一国之力如何保护你？难道你苏上宫不是国主的马前走狗吗？苏上宫，当我遇见你的时候，你才16岁。我拿你当我自己的亲姐姐看，而且我也一直想有这样的一个姐姐，好看，又照顾我，英姿飒爽的。但我现在觉得呀，是很多人一起杀了我的父亲。而你就是其中一个，对吗？你很喜欢看鱼。我只是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池中的鱼，以为自己游在大海里，可其实只是别人替他挖下的池塘。你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也活在别人挖好的池塘里？其实我们至死都不一定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在哪里。你若早来几日，这次林秋开得正旺，可眼下渐渐的不行了。不应时节的花儿，到底是要凋落的；不合时宜的人，终究是要离开的。国主已经找过我了，他想让颖儿去地宫拔剑。意料之中的是，国主等了那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顺清，离开吧。离开？我不会离开，就像西将军守护着这些花儿一样，我也有我要守护的东西。你真正要守护的，并不是那柄剑，而是那个人。你不是一个天驱，守护那柄剑的责任不应该落在你的肩上。可是能守护那柄剑的人已经被杀掉了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因为那个人救过你，就要背负一生的枷锁？这天底下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牢笼。
那把剑就是我的牢笼。看那个楼，不来鬼市就不知道九州之大。对，鬼市无奇不有。哎，这个是夸父，你看，那个是河洛，还有羽人。哎，怎么没有羽人呢？羽人，这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对啊。嘿，羽人，你真会飞啊！我当然会飞了，我给你飞一个啊！你等一下。今天好像飞不起来了。没事，今天飞不起来，等你哪天想飞了，你提前通知我们，我们看着你上天。嗯，好。这是什么呀？姑娘，公子，想要点什么？你这都有什么呀？可以在白日下仰望星轨的墨金铂镜，可以穿透所有物品的珊瑚金，可以打开所有锁的万能钥匙，还有可以百发百中的骰盅。这些都是我们河洛人亲手打造的宝贝，这南怀城里独我一份。姑娘，想要点什么？我们就随便看看。姑娘眼光倒是毒辣。这玉环是刚刚从我们河洛贵族的古墓中挖出来的宝贝，这寻常人呐，难得一见。哎，两位公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姑娘不说喜欢吗？赶紧买呀！喜欢吗？挺好看的。这个多少钱？200金珠。这么贵啊？哎，姑娘，你看这玉环水头多好，这玉呀是天生养的东西，这留在身边，那可是一辈子的念想啊。算了，我也不缺首饰。再说了，我干嘛带死人带过的东西啊？对吧？走。姑娘且慢。既然3位来了，那便是和碧殿有小小的缘分。不买河洛的物件不要紧，可我这里面的东西，在整个鬼市就我一家。你们不看，会后悔的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你们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吗？过去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正在发生，未来或许已经到来。我这3面海螺镜，你们看到什么，便是什么。
苏曼，你醒了啊？亲姐姐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一直在这儿啊？上船不久你就睡着了，睡到现在才醒。马上就到寨子了。你怎么不吃呢？对不起。我没能保护好你们，这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，没想到还能有机会亲口告诉你们。我该回去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前面就要到家了。这儿不是我的家，我知道这是幻境，因为它太美好了，太美好的东西，我是永远不敢相信的。他怎么还没看完？阿苏拉，阿苏勒，阿苏勒，你看什么了？我们俩叫你都没听见。我刚刚在幻境里边实现了一个心愿。